我用男友特制的减肥膏 cos 安陵容跳冰溪舞，爆火全网的同时，肥胖的身材也变得窈窕可人。就在我趁热推广男友的减肥膏时，一个弹幕让我呆住了。那根本不是啥减肥膏，是吸魂油，吸满10日必死，还不快逃！我一算日子，今天正是用药的第10天。我瞬间后背发凉。这时，几个粉丝跳了出来：“哪来的神棍？我们是来跟安姐姐学瘦身的，不买你的服，赶紧滚出去！”要不是老粉就被他忽悠了。安姐姐气色那么好，像是被吸魂的样子吗？想蹭热度也要找好的噱头吧。就是，我们可是看着安姐姐瘦下来的。姐姐，别理她。粉丝的话令我迅速冷静了下来。自打火了之后，确实是各种妖魔鬼怪都来直播间蹭热度。想到这，我下意识露出安氏谦卑微笑。这位大哥，如果是来卖转运符之类的，那抱歉，我这不搞封建迷信那一套。说完，我扭起腰肢，继续跳起了冰溪舞。直播间热度飞升，减肥膏也卖得超快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博主用的东西不是涂的，是被异性植入体内的吧？植入你妈呀！安姐姐，别太好性子，快把这个人踢出去！真是恶心，一看就是生活中找不到女人才整天歪歪。明显直播间的粉丝也被恶心到了，小助理直接把真人踢出了直播间。我也没了心情，草草下了线，装没泄劲，一双冰冷的手突然自背后拍上了肩头。奴才来接安小主回宫。经男友一逗，我的心情终于好了些。长久的直播令我经常颈椎痛，男友为此专门学了颈肩推拿。男友像往常一样将减肥膏混进精油里，涂满我的颈肩。男友换水的间隙，手机突然发出一连串的震动，点开是星辰大海的后台私信。我眉头一皱，正想拉黑，对方的信息却又令我后背发凉起来。我说的植入是被异性通过肩颈穴位拍进去的，人有2盏阳灯，分别在左右肩，吸魂油只有通过那里才能拍进体内。以你瘦的速度，肯定是被拍肩吸魂了。你好好想想，最近是不是有异性经常拍你的肩？宝贝，水来了。这次我学了新手法，好好给你拍拍肩。看他手里的精油黑乎乎的，也没有任何标识，我突然感觉空前的害怕。细想我这10天瘦100斤，确实诡异。就算明星瘦这么多，也用了1年时间。如果真有这种药，明星不早就用了？唯一的解释就只有一个，就是星辰大海说的是真的，男友给我用的根本就是吸魂的邪药。我越想越害怕。那个，我突然有些犯恶心，想去下卫生间。宝宝，刚推了精油，肩膀上全都是湿的。听话，还是让我帮你拍完药再去。男友的笑容不见了，换成一脸阴寒。我更加不敢了，谎称要拉肚子憋不住，立刻冲进了卫生间。刚刚上门，就看到星辰大海连着发了好几条消息。以阳攻阴，阴气上行，你那根本不是颈肩痛，而是在被吸命。我虽听不懂这些，却也能意识到严重性，急忙问：“那我该怎么办？”眼下只需要挡住体内的脏东西，继续吸魂即可。你最好赶紧去晒下月光。我听了他的话，下意识就想去阳台，却在触到门把手时呆住了。卫生间的门是半透明的，男友的身影正直直地附在门上。他这是在盯我吗？还好今天月亮很亮。月光晒在肩膀上的一瞬间，一股浓烈的尸臭味直冲鼻腔。看来星辰大海说的是对的，我的体内真的被男友弄进了脏东西。啊，好了没？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，他的声音却越来越急。你锁门干什么？我开门，安下。我下意识想逃，却头重脚轻，身子一软倒了下去。意识迷离间，看到他的左手提个大盒子，还有一个袋子，袋子里面的东西长长的，像是刀具。星辰说的是真的，男友真的是要害我。宝宝，你终于醒了，可吓死我了。我疑惑着起身，发现2间处都贴上了奇怪的符纸。
这是怎么回事？这2道符是我帮你求的保命工具，你刚刚差点出事儿，要不是我及时冲进去，你可能就没命了。我彻底懵了。男友说他当时也吓懵了，后来他通过老妈打听到了一个老家的高人，才知道我这是遇到吸命鬼了。吸命鬼最善蛊惑人心，先设法让宿主怀疑身边的人，再让宿主心甘情愿进他的圈套，让人在不知不觉中被偷了魂。宝宝，当时你进卫生间一直不出来，我就觉得奇怪，我一直没敢告诉你，那减肥膏里有基因的东西，涂上之后，如果没有立马拍打掉阴邪之气，是很危险的。现在有些江湖骗子靠操作吸命鬼偷人性命，老实说，你是不是被什么人蛊惑了？男友的话令我十分后怕，但话到嘴边，我还是摇了摇头，谎称我只是最近闷得慌，见外面月光好，就打开了窗帘。男友明显松了口气，说没什么最好。你还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他拿出了那个大盒子，打开是个玫瑰蛋糕，又从袋子里掏出了2瓶红酒。我想了下，今天也不是我生日呀。小笨蛋，今天是我们认识100天纪念日啊！暖色的灯影下，男友的身影比我还清晰。他摸着我的头说，本来想和你浪漫一下的，没想到发生了这么多事。答应我，以后乖乖的听话，可别再这样了。男友说锅里还给我煮着鸽子汤，他去盛。男友的举动令我既温暖又惭愧，明明他这么真心待我，我却听信陌生网友的话，对他一信一鬼，真是不应该。男友刚走，星辰大海就像有感应般，又弹了信息过来。怎么样，阴气除尽了吧？只要把那些东西逼出来，你就暂时安全了。真是阴魂不散，我决定不再听星辰大海这个神棍胡扯，冷冷地回了句：托您的福，我男友及时出现，帮我捡回了1条命。傻子都知道鬼是没有影子的，但男友的影子可是比我还清晰呢。我从来没说你男友是鬼啊，吸命鬼又不能直接与人交合，我猜你男友顶多是吸命鬼上身，吸命鬼先利用他的身体以阳抽阴，再渡能给吸命鬼。我听得有些绕，正想直接拉黑了事，他却突然话锋一转：你双肩是不是贴了符啊？快撕掉，那上面有你的8字儿。我半信半疑地撤掉肩上的符，果然背面是我的8字。我又没开视频，他是怎么知道的？难道他真是高人？难道男友真的被操纵了？急忙问星辰大海该怎么办。星辰大海说：我给你发了快递，马上到。收到消息的瞬间，快递员就上门了。我打开一看，是一张满是腥臭味的符。这个符看着更不像啥好东西。这是黑狗血画的符，你赶紧贴到胸口。如果男友被鬼上身了，一定会害怕。我还是有些半信半疑，但细想，如果男友被操纵了，我贴了符就能防身；如果不是，对我俩也没什么坏处。我闭着气将那符咒贴到了胸口，刚贴好，男友就过来了。他正要抱我，却在手刚碰到我的肩膀时，宝宝，你怎么了？臭娘们儿，你别过来！夏夏，对不起，是我不好，没能保护好你，还是被他找上来了。他是谁？难道你就一点没有察觉吗？还没等我回答，男友就自顾自地说他本来不想告诉我，一直担心我害怕。最近家里是进了不干净的东西，并且上一个人的身，但那个人不是他，是我。男友说减肥的人阳气是最弱的，我刚好就是被那东西操控了，差点连他都被杀了。我还是不理解，不是说黑狗血是杀鬼的吗？男友说黑狗血虽是纯阳，但附到晒过月光的身体上就不一样了。他又问我最近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，我摇了摇头，说我最近好得很，晚上睡觉连梦都不做了。惜命先控命，你梦都不做了，那正说明主意识已经被控制了啊！安夏，你忘记我们怎样认识的了吗？我发誓，我会守护你一辈子，我也一定能做到。但你答应我，只听我的话，千万不要相信其他人，好吗？男友的一番话又触动了我，确实自打在一起后，他一直对我照顾得无微不至。我叫安夏，原先在一家直播带货公司做主播，因为我对商品的理解十分透彻，介绍产品时总能打动消费者，很快就成了这家公司销售额最高的主播。公司里还有一个长得很漂亮的主播，她一直稳坐销量榜第2。有一次我接受了一段采访，我如实分享了自己的工作方法，说自己会花大量时间研究商品的细节，真正打动消费者的是细节而不是外表。可当采访播出时，我的话被恶意剪辑成了另一种意思，我说那个千年老二没有实力，只靠颜值。视频一出，舆论瞬间炸开，粉丝骂我心机，说我嫉妒，同行更是落井下石，全网都是骂我的声音。就在最绝望的时候，
一个陌生账号发布了完整的采访视频。视频里，我从头到尾都很克制，说的话和剪辑版完全不是一回事。真相被揭开，舆论迅速反转。那个帮我放出完整视频的账号，就是我现在的男友。男友说，每个胖子都是潜力股，他要竭尽全力帮我蜕变。最初我对这些话将信将疑，没想到我们在一起不久，他就做到了。细想过往，我突然又觉得自己荒唐。一个人如果想害我，又为何会费劲给我心生呢？我突然十分愧疚，决定不再信星辰大海的鬼话，紧紧地拥上男友，保证我会好好听他的话。男友宠溺地在我额头亲了一口，他说给我熬的汤估计快凉了，让我趁没凉透尽快喝一口。男友把汤递给我，就去倒垃圾了。我漫不经心地喝了一口，刚入口，里面的某种物质就迅速呼住了嗓子，涌向耳朵，耳朵嗡嗡响，鼻子也像被什么堵住了。我发不出声音，下意识去抠嗓子，一阵狂吐后，耳朵、鼻子、嘴巴都有涌堵的感觉，我的眼睛也有一些花了。我吓坏了，正六神无主，手机又亮了起来。不要喝汤，不要喝汤！这辣油做的封口汤，喝了会被封七窍，你就必死无疑了。我直接给星辰拨了语音。星辰大海知道我的情况后，令我赶紧拔3根头发，并烧成灰，放进水壶里喝下去。我急忙照做，用掉一大壶水后，口鼻果真清爽了。我要疯了，不知道该信谁。星辰大海沉着地说：“你诚心想活命，就听我的，淡定。尽量先不要打草惊蛇。”我说我受不了了，我谁都不想信了，我要逃。星辰大海却说我已经被盯上了，逃掉的几率不大。他问我最近夜里有没有听到过奇怪的声音，我说我住在郊外，很安静，除了每天4点晨跑时听到公鸡打鸣，基本没听到过什么声音。星辰大海却说不对，你这情况大概逃不了。吸魂的前一步是迷魂，如果我没算错，你每天晨跑的时间根本不是4点，而是最阴的凌晨1点。鸡鸣也不是正常的公鸡叫，而是招魂鸟在迷你的魂。我晨跑是定好的4点的闹钟，我还没糊涂到认不清时间。现在的我脑子越来越乱，谁也不打算信了，只想明天一早走。星辰大海无奈地说：“那你就从你晨跑上的那条跑道上走走看吧。”第二天闹钟准时响起，我特意瞅了下墙上的挂钟，同样指向4点。没错，虽然觉得星辰确实离谱，但是男友最近的反常也太多了。安全起见，我还是决定先走为上，趁男友熟睡，悄悄溜了出去。奇怪的是，我明明一路开车朝着城外走，却在上高速时看不见路了，眼前只有一片茫茫大雾。我左右绕半天，最后还是拐进了后山那条晨跑的路上。这条路是男友带我来的，男友曾说这里安静，离家不远，并且山上住的都有人家，也不用担心安全问题。在这晨练，他最放心。此时车窗外鸡叫又响起了，此起彼伏的叫声令我产生好奇。我决定下车去看看，这些叫声到底是不是从山民家里传出来的。我随着声音深一脚浅一脚上了山，到了地方却令我惊呆了，山上根本没有什么山民，在我面前的是一大片坟地。野潭的四周尽是坟堆，野草在晨风里发出沙沙的声响，一声接一声的鸡鸣竟然是从潭底发出的，细听又有些像青蛙叫。我越听越觉得头皮发麻，我害怕的撒腿就往回跑，路却越来越矮。我突然意识到不对，现在出来的快有2小时了，就算是冬天也该天亮了，为啥还一直黑漆漆的？我打开手机灯的同时，我看见了房东的消息。小夏呀，一直想和你说，你这个生物钟太不健康了。一个女孩子家里，怎么天天凌晨1点在后山一个人跑步嘞？软件显示的时间和手机的时间是不一样的。可恶，原来家里所有的时钟都被调了，包括我的手机。看来我真的是凌晨1点起床跑步，只是因为每次跑完回来后都会睡回笼觉，醒来又是白天了，所以一直没发现。可惜明白这些已经有些晚了，叫声越来越近，路边的荒草里像是有千万的黑影在疯狂穿梭。我害怕极了，拼起毕生力气朝山下有路灯的地方跑去。好不容易跑到地方，我却绝望了，映入眼前的依旧是乱葬潭。我咬牙接着跑，可无论怎么跑，最终总会停在乱葬潭。我疲软地跪倒在地，再也跑不动。阿夏，快过来，快过来！是姐姐，我高兴极了，身上突然来了劲，咬牙朝姐姐冲去。姐姐很快抓住了我，
带我一路朝着闪着白光的路跑去。姐姐的手好温暖，她还扎着小时候的那种麻花辫。小时候家里穷，因为胖，胃口大，家里人都讨厌我，只有姐姐对我好，悄悄给我塞好吃的，还把自己的新衣服分给我穿。但不知咋回事，成人后我不仅一直没再跟姐姐联系过，甚至关于姐姐的记忆都模糊了。我跟在姐姐瘦小的身后跑着，拼命回忆着长大后的事，无奈记忆像是缺了一角，根本想不起。为什么呢？按理说不应该啊。是星辰大海，他问我是否安全，我告诉他没事了，姐姐赶来帮我了。星辰大海却突然挂了电话，改弹了信息过来，他问我姐姐是从哪里来的，这下把我问住了。那你偷拍一张姐姐的照片发给我。我拍了一张很糊的图过去。不好，你姐姐早就死了，快停下！什么？安夏，你清醒一点，她根本不是你姐。我想停下来，但此时姐姐像是有千斤的力气，抓我想停也停不下来。死就死吧，我真的够了，死在姐姐手里，我也愿意。快咬破舌尖！水快没过口鼻的瞬间，我咬破了舌头，姐姐突然就不见了。我在星辰大海的指导下，念着清心咒回到了路边。他让我回到车上后什么都别想，只管闭眼朝前开。但车灯亮起的刹那，我却傻眼了。纷乱的喊声中，记忆缺失的女角突然活过来。10岁那年，我和姐姐去山上采药，碰到了熊，姐姐把我藏起来，她引着熊去了悬崖边。姐姐是根本没长大，她是死了呀！不，这不是我姐，我姐早就死了。我人没焊死，不管不顾地朝前开，没想到雾气散去，车子竟然回到了小区门口。一回来就看到星辰发的消息，中了幻术，基本跑不出去的。我给你画了一张符，你照着用中指的血画在心口。宝宝，你是不是还在信那个人？没有，今天雾气大，我晨跑迷路了，手机也欠费，幸亏遇到一个好心的路人，才顺利回来。安夏，你突然关门干什么？你走火入魔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在骗你啊！你被骗了，你看不出来吗？这是不信我啊！你开门啊！看来星辰说的没错，男友果然要害我。顾不上那么多，我立刻按照星辰的嘱咐画好了符纸贴在胸口。很快门外响起了激烈的打斗声，我以为是星辰来了，结果却从猫眼看到男友被绑在地上。房东大叔，我一头雾水，问房东到底是什么情况。你这对象和外面的人里应外合，想用各种手段把你的精神搞崩溃，然后在你精神最崩溃的时候举行吸魂仪式。至于具体吸魂做什么用，我还不清楚。外面的人，那不就是星辰大海吗？你这房间咋有一股烟味？是我的房间，客厅里已经摆好了阵，桌子上点着香，应该是。不好，赶快出来！这个香一旦熄灭，就开始吸你的魂魄了。好，我现在就出来。房东大叔。这么多诡异事件，我早已经不相信任何人了，所以在出门之前我就藏了一把水果刀在身上以防万一。没想到房东果然有问题，最后帽子叔叔告诉了我事情的全貌，原来房东和男友才是一伙的。房东的女儿因为意外丧失了智力，在网络求助的帖子被男友发现，男友告诉房东可以找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女性换魂，换魂成功，房东的女儿获得新的灵魂，代价是男友要一大笔钱，两人成交。男友在网上找到了我，并自编自导了一整个网暴事件。本来一切顺利，
可星辰大海的出现让事情变得越来越不可控。我反锁门的时候，男友已经意识到事情败露，就和房东商量一出反派已经被抓住的戏码，来降低我的警惕心。他也的确成功得手了，可房东没想到我有武器，搏斗中被我刺伤大腿。男友不知道我贴了星辰的护身符，偷袭失败，也被反杀。星辰大叔，中秋快乐！我叫安夏，我们下个故事见。